观众朋友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袁成。正在进行时的11黄金周，中国好像在上演一场大型的限时秀。有人被暴雪困在珠峰，也有人被台风吹得回不了家。有人带着牛肉干闯日本机场，也有人在北京的商场里冷冷清清。甚至连最阴间的生意墓地都开始滞销了。热闹是假象，寒气才是真相。从旅游到消费，从活着到死后，整个中国都在一场无声的降级中，重新审视什么是真正正常的人生。这是关于中国2025黄金周幻觉的真实故事，是我们谁也逃不掉的现实。原本是中秋连着11，大家期待的长假，不少人早早规划好要上山下海登高望远，但没想到老天爷完全不给面子，一波又一波的天灾乱人，让人怀疑这根本就是灾难黄金周。我们先来看这些画面。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把珠穆朗玛峰东坡营地变成一座冰雪迷宫。从3号晚上开始，暴雪就没停过，积雪超过1米，帐篷被压塌，道路完全中断，近千人被困在接近5000公尺的高海拔地带，有些人甚至出现失温症状，命悬一线。幸好当地救援队和村民连夜铲雪抢通道路，部分人员已经成功下山。但想象一下，你背着登山包，踩着没膝的积雪，在缺氧的高山上等待救援，这还是假期吗？这是生存考验啊！说完西藏珠峰，再来看陕西渭南的西岳华山。本来想走个华山步道，感受自古华山一条路的惊险刺激，结果天公又不作美，预告有强降雨天气过程。10月4号傍晚6点，华山景区紧急关闭徒步登山线路，有游客人到了门口才发现不能进，票虽然能退，但心情还能退吗？更离谱的是，北峰索道大排长龙，有人排了5个小时，有人甚至排到快半夜12点才能下山。有网友留言，从天黑排到天亮，这不是爬山，是渡劫。景区方面表示是特殊情况，还贴心的发零食，让大家缓解饥饿。但面对这种人潮加天气的双重暴击，景区和游客真的该思考一下管理和预警机制，以及如今为何恶劣天象不断发生了。说完珠峰和华山，我们再来看南方。10月5号，台风麦德姆引爆今年首个海浪红色预警，海南文昌、广东阳江等多地发生海水倒灌，街道被淹，民房进水，数十万居民紧急撤离。中央气象台5号上午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，预计台风麦德姆在广东吴川到海南文昌一带沿海登陆。海南省海洋预报台已经发布海浪红色预警，受麦德姆影响，雷州半岛以东、海南岛以东海面有6到10米的狂浪，文昌市近岸海域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。网传视频显示，文昌阵风已经达到12级，狂风呼啸，椰子树被吹得摇摇晃晃，似乎要被折断。文昌市铺前镇及沿海地区发生海水倒灌，海浪疯狂冲击海堤，海水涌上街道，很多民房进水，水位迅速上涨，很多汽车已经泡在水中。广东阳江市沙巴湾也出现海水倒灌的情况，街道一片汪洋，住在海边的居民正在紧急撤离。不少网友惊呼，这么深的水，现在主要看看防潮堤顶不顶得住了。还有网友说，走了画家沙，来了麦德姆，典型的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。大风预报显示，10月5号下午2点到6号下午2点，广东雷州半岛及沿海、广西沿海、海南岛东部和北部沿海最高风力可达15到16级。海南岛所有的列车停运，海口美兰机场直飞航班全部取消。文昌市实施停课、停工、停业、停运、停航，关闭景区。广东湛江市也在全市范围内分批次采取5停措施，沿海居民转移人数已经超过15万人。前有北京日运天象，新疆、青海、黑龙江地区突下暴雪，后有西藏暴雪、陕西暴雨和广东遭遇台风。这场假期，
简直像一部灾难片现场直播。黄金周变成灾难周，朋友，这个11假期您还在路上吗？我们真的要问一句，这黄金周老天为啥不配合呢？当然，天气无常，天灾难防，但也提醒我们，如今各种天灾异象为何有增无减？这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古人说，天有象，地有形，更有学者警示，人无德，天灾人祸。面对频繁的天空异象和灾难，人是不是应该认真思考和反省自己的德行呢？说完了国内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国人的海外旅游。这次专门聊聊国人的日本游。今年11长假期，日本再次成为中国游客的出境首选。从东京银座到大阪万博会场，到处都是中文声。不过，日本机场的检疫官也忙翻了。因为中国游客带来的不是文明游览，也不是文化交流，而是禁止带入的香肠、牛肉干，还有水果。一位来自武汉的男游客在日本关西机场入境，被查出一包黑色小袋子。检疫官一脸疑惑地问：“这是牛？”男子直接回答：“对啊，牛肉啊，旅途中要吃的零食。”您没听错，他真的打算边走边吃香辣牛肉。当检疫人员提醒肉类禁止入境，男子还火大，反问：“意思是要我扔掉？”最后在检疫官多次劝说下，男子才无奈放弃，整个人满脸写着3个字：不甘心。另一对来自上海的夫妻，为了参观万博，特地飞到日本，连门票都提前预约好，结果在过海关时被查出带了几颗苹果。检疫官说：“水果不可以带入。”男子马上表示：“那我现在吃掉。”检疫官一脸惊恐地用英文直喊 ：“No eat！” 这到底是旅游还是真人秀现场啊？最后，水果当然不能吃，规定就是规定，他们只能失望收场。日本关西机场表示，光是9月30号这一天，就有87件违禁物品被查出，几乎每天都有人想偷偷带香肠进关。最厉害的还是机场的动植物检疫犬，它们不像缉毒犬会叫，一旦嗅到味道，只会静静地坐下，这就是信号，嘿，这个人有问题。结果不少人当场傻眼，还以为犬只是来卖萌的。对于中国游客的这些违规行为，日本网友毫不客气，有的说，既然出国了，干嘛还吃自己家乡的食物？不可思议。有的说，带香肠牛肉的直接罚款，处理这些垃圾很花钱的好吗？还有的说的更直接，不服从指示、不守规矩的，一律拒绝入境。言论虽然直接，却也不得不让人思考：出国旅游难道只是地理位置的转移？行为素质是不是也要文明守规啊？说到底，各国海关禁止携带入境的规定，不是小题大做，而是防疫底线。任何一块香肠、牛肉干，甚至一颗苹果，如果带有病毒或虫卵，可能毁掉整个日本农业和畜牧业，这可绝不是夸张之语哦。所以，日本机场不是在刁难，而是在守国门。那么，中国游客在日本机场的奇葩行为，再次提醒我们，出国旅游除了带护照和机票，更要带上基本的法律意识和尊重当地规范的态度。规定明明写得清清楚楚，装不知道只会让人家笑话，丢的是自己的脸。今年的11黄金周，看起来全国很多地方的人都在热闹出游，但有一个现象正在悄悄发生，中国的一线城市越来越冷清了。根据最新的官方数据，8月份全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增3.4%，看起来好像还行。但您再看北京，居然年减将近12%，这不是增速放缓，是直接倒退。今年1月到8月累计下来，北京的消费比去年少了超过5%，而上海虽然微略回温，但整体也比全国平均差。也就是说，在中国最有钱、最繁华的城市，消费反而最疲软。为什么？因为钱口袋越来越紧了。经济学家沈建光就说得很直接，一线城市的消费疲软原因很多，房价下跌，财富效应消失，企业裁员降薪，荷包缩水，还有不少地方政策限制太多，消费意愿被压住，再加上常住人口减少，企业登记地转移，
消费数据自然难看。简单一句话，大家都不敢花钱了。再说到导致的原因，房价跌了，钱包就跟着紧了。在中国，一线城市的房子不只是住所，更像是一种信心指标。房价涨，大家敢买车，敢吃饭，敢旅游；房价跌，整个城市的消费氛围瞬间也会冷下来。另外，北京8月汽车零售额下降近2成，通讯产品跌3成，甚至连文化办公用品都跌了12%。这代表什么？连办公室都不想装备新笔电了，因为预算没了。街上还亮着灯，但人流少了，钱流更少了。过去大家说北京是夜不眠的城市，但现在的商圈越来越多餐厅9点就关门，周末去商场，店员比顾客多。这可不是疫情的阴影没散去，而是经济寒冬还在持续蔓延。官方说要提振消费，但真的能暖起来吗？8月中，国务院召开全体会议，说要清理消费领域的限制性措施，听起来像是好消息。最近，北京、上海、深圳也陆续放松住房限购、公积金贷款政策。不过，市场信心不是按个按钮就能恢复的。当大家的收入不稳，房子不涨，职场风声鹤唳，你让谁还敢报复性消费？所以，当我们看到黄金周的游客人潮，国内景点挤爆，别忘了那背后的另一面。在北京、上海、深圳这些城市里，消费正在往下掉，呈现的是一种表面繁荣、底层收缩的现象。人们想出门透气，但回到城市依然感受到压力。您觉得呢？这波消费冷却只是暂时现象，还是中国经济进入了冰期？欢迎留言告诉我您的观察。泡沫碎了，连死都开始消费降级，阴宅不香了。接下来我们要聊一门最阴间的生意——殡葬业。没错，当消费降级的风刮遍全国，连阴曹地府都没能幸免。这年头，活着的没钱花，连死的都住不起阴宅了。在最疯狂的时候，一块0.6平方公尺的墓地，单价比上海的汤臣一品还贵1倍。昆明的陵园甚至准备推出墓地按揭贷，最高能贷20万，房贷刚还完，又背上墓贷，分期也要让先人住上豪华阴宅。这营生真是抢生意做到死无对证。但现在高价墓地滞销，彻底卖不动了。殡葬行业龙头福寿园号称殡葬茅台，上市以来第一次亏损。同样做高端市场的万同源也由盈转亏，风水宅地从12万1块砍到6万多，还是没人要。家属宁愿把骨灰撒向大海，也不想再被坑一笔。一句话，以前比谁死得体面，现在比谁死得划算。其实如今在中国，这门生意赚的不是死人的钱，而是活人的观念。有人说，殡葬业永远不会冷，因为人总会死。但真正决定这门生意好不好做的，是活着的那群人。以前的观念是墓地越贵，孝心越大，就像钻石检验爱情一样，墓地价格检验孝道。寿衣要5000，骨灰盒10几万，棺材至少挑5000的，葬礼要连办3天，宴席、打点、火葬、要烧头颅，全都得排面拉满。这些公司正是抓住了中国人生死不讲价的心理，结果墓穴平均价涨到12万，比一线房价还狠。重点是，墓地只有20年产权，到期不续就真得挖祖坟了。可是当钱包空了，信仰就变了。现在不一样了，经济下行，工资缩水，房价跌，口袋扁。当大家都捉襟见肘时，那些虚荣的殡葬观念自然就破灭了。如今有人这么说，生前掏空6个钱包买房，死后还要拖垮下一代买墓，算了吧。不是不想体面，是父母不忍心再添负担，子女也实在凑不出钱。中国人再谈生老病死，顺序变了，以前是死者为大，现在是孩子学费先付，车贷房贷先还，父母后事再想办法。现实挤压了情感，也逼着整个社会重新定义孝顺这件事。官方也看明白了，阳间不许炫富，阴间也一样。最近几年，当局开始推动公益性生态安葬，上海甚至推行墓穴小型化，提倡海葬、草坪葬、花坛葬。死得体面的定义，
从豪华墓园变成了回归自然，节约空间，减少负担。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活法，也有自己的死法。这一代人比谁都明白，死后的排场不如生前的温暖。您怎么看消费降级，连殡葬业都不保？海葬、草坪葬真的是未来的主流吗？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